天的视频一友要教大家怎么把阿拉斯加玩出花来，不走寻常路的阿拉斯加异形航线。继续关注一友的频道，谢谢你。嗨，一友来啦！每一年阿拉斯加的邮轮核心季节是从5月份到9月份，很多的邮轮从4月初就开始动身，从本来的航线上出发，前往阿拉斯加。一友的老粉丝肯定都知道，在我的视频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关于海域调度邮轮航线中最著名的一个航线，就是往返于亚洲和阿拉斯加之间的那一些航线。考虑到很多的观众来不及把一友之前的视频和直播全部都先看完，我就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一友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一友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一友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一友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一友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在每一年的阿拉斯加邮轮季节的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邮轮都去哪儿了呢？全世界所有的邮轮，除非发生故障或者是意外，比如说疫情期间，其他的时候是一年365天全年都无休的，每一天的运营都消耗大量的资源，所以邮轮的航线会根据季节的变化而调度，中间绝对不会浪费1天的时间。对于阿拉斯加海域来说，最近最方便的大型调度就要数在太平洋对面的那些航线上的邮轮了。他们不惜跨越太平洋，不惜经过5天到10天哪里都不停靠的 SC 的过程，都要赶在阿拉斯加季节来临之前完成这一趟迁徙。相同的，到了季节末的时候呢，他们又会根据邮轮公司对于邮轮航线季节的调度和安排，其中绝大部分原来在走阿拉斯加航线上的那一些邮轮，都会原路再调回到亚洲航线。今天一友要介绍的那一些异形航线中的亚洲和阿拉斯加之间的调度航线中，专门会介绍那一些还勤勤恳恳的在调度前或者是调度后老老实实的把阿拉斯加好好走一遍的那些航线。那些虽然在调度的过程，但是基本不会再认真的再走一遍阿拉斯加航线的，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随着大家对于疫情的逐渐淡忘，亚洲邮轮航线也基本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热闹的那个场面。一友今天要介绍的第一组异形邮轮航线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些航线中，一友最推荐的是哪一些呢？5星半级2025年一友最期待的阿拉斯加邮轮 Oceania Riviera 2025年的4月25日20天19晚从日本横滨出发，经过小鸣滨、仙台、函馆、小樽，开始驶向太平洋另外一边阿拉斯加海域，走深入阿拉斯加的单程航线。除了我们熟知的阿拉斯加港口之外，还会停靠最接近白令海峡的 Kodiak 和阿拉斯加野生动物天堂 Homer。最后在5月13日到达加拿大温哥华，在完成整个阿拉斯加航线任务之后，会走差不多的经过阿拉斯加穿越白令海峡返回日本的航线，在2025年的9月18日从美国西雅图起航，同样是20天19晚，在2025年的10月8日在日本横滨完成这一次旅行。根据这个航线已有的建议，如果您是刚刚开始接触邮轮航行，或者您从来没有去过阿拉斯加的话，选择搭乘这条邮轮走这个航线，也许你需要好好的提前做一些心理准备。至于具体是为什么呢？请密切关注已有今天晚上的直播时间。看了已有上一期直播的观众肯定都记得，已有对于 Cunard Queen Elizabeth 在2025年的阿拉斯加邮轮航线大加赞赏。 Queen Elizabeth 这一条远洋邮轮的优势在这条跨海航线上
展现的淋漓尽致。2025年的5月24日，在日本的 Yokohama 横滨码头起航，在停靠了几个日本的港口之后，它跨过太平洋，穿越白令海峡，来到了阿拉斯加海域。这个航线也认认真真的把深入阿拉斯加的单程航线给你走了个淋漓尽致。最后在6月12号，美国西雅图靠岸，完成了总共20晚的邮轮行程。和刚刚 Oceania 来比较，它的价钱是不是感觉离你更靠近了一些呢？当然了，他们是完全不同风格 style 的邮轮公司，在直播中有会跟大家详细解释。公主邮轮公司 Princess Cruise Line Discovery Princess 应该算是2025年度公主邮轮公司派向阿拉斯加的最好的一条船了。在9月份，当 Discovery Princess 完成阿拉斯加邮轮航线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16天15晚起航日期9月28日的航线。从美国西雅图起航，深入阿拉斯加之后，经过9天的海上同乐日，到达日本的 Yokohama 横滨码头，10月14日完成这一个航线。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了。同一条船还有第二种玩法。同样在9月28日从西雅图起航，同样深入阿拉斯加的单程航线之后，跨越太平洋到达日本之后，它可没有完成它的航线哦。接着它会停靠日本的多个港口之后，到达台湾基隆港，接下来是香港停靠 overnight 2天1晚之后，停靠越南的芽庄和胡志明市之后，10月28日到达这个航线的终点站新加坡，全程是30天29晚。如果你是对这个航线感兴趣的观众，一定要留意今晚EO的直播时间，我会告诉你如何正确打开订购这个航线。刚刚介绍的是大部分关心这一类航线中已经对此航线有所了解，下面的内容很有可能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航线哦。如果这个视频让你觉得对于邮轮旅行这件事情拓宽了你的眼界，打开了你的脑洞的话，请记得给EO的视频点赞支持哦。如果你对于EO的介绍非常的感兴趣，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话，欢迎跟EO预约咨询的时间，或者是留意每个星期五傍晚北美西岸时间6点钟EO的直播间。无论你有没有时间来EO的直播间现场观看直播内容，可千万不要忘记把你的问题留在视频的留言区哦。EO会在直播间中一一为你解答。在上一期的视频中EO提到了看了阿拉斯加冰川之后还需要去夏威夷晒晒太阳去湿气的这一个概念，我简单称这一类的航线叫做冰火两重天。在接下来的内容中EO还会为你推荐，当你在夏威夷被晒得喘不上气的时候，还可以去阿拉斯加冰镇一下你焦躁的内心。这么有趣的航线EO可忍不住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教我的观众们如何把阿拉斯加邮轮航线玩出花来。这么神奇的邮轮玩法，怎么可以少得了神奇的 Norwegian Cruise Line NCL 呢？78000吨的 Norwegian Sun 在2025年的冰火两重天航线EO今天要介绍3个航期，有兴趣的观众可要记好了。6月4日从夏威夷檀香山起航 overnight 之后开船，解决了长途飞机后还需要住酒店赶船的费用和风险，环游了夏威夷4大岛，接着5天 at sea过海到达阿拉斯加，最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结束整个17天16晚的旅行。只可惜阿拉斯加的安排差了点意思，没关系，还有下一站。同一条船 Norwegian Sun 到达温哥华的当天6月20号下午就赶紧起航北上阿拉斯加，开始下一个船期了。这一转很有诚意的走了一趟深入阿拉斯加的冰川单程航线，在抵达安克雷奇之后立刻南下跨海到达夏威夷4大岛，又再一次的展现了他在夏威夷的诚意，每个岛都停靠2天之久。最后在7月10号夏威夷檀香山结束了这一次20晚的邮轮旅行。如果让EO选的话，我有时间价钱差别不太大的情况下，我肯定会选6月20号起航的 Norwegian Sun 这一转。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了这2转的话，10月份还有一转呢，还是同一条船，10月1日起航
为期17天16晚，从夏威夷檀香山起航4大岛环岛之后，转向阿拉斯加，从 Skyway 切入阿拉斯加，最后10月17日到达加拿大温哥华，结束这一趟旅行。是不是哪怕你对 Norwegian 这家邮轮公司再有成见，看着他在行程安排上的诚意，也多多少少要给多他1、2次机会。除了横跨太平洋的调度船只之外，还有一条比较艰难但是更有趣的路线来调度阿拉斯加的那一些邮轮，那就是穿越巴拿马运河。通常这种有趣的航线 Norwegian NCL 当然又占了一席之地。搭乘93000吨的 Norwegian Jade 2025年4月3日从佛罗里达州的 Tampa 起航，一场巴拿马运河 Full Transit 正在等着你。来到西海岸之后一路北上，接着就是一场精彩的深入阿拉斯加的邮轮航线，最后4月28日到达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结束这一次旅行。一次航行抵上了普通邮轮的航线3次才能到达的目的地，完成了这一场26天25晚的历史性壮举。同时 NCL Norwegian 这个价格还真的相当的亲民，有兴趣的观众可以马上去查阅一下您想要的房间到底多少钱。无论你是否曾经发下毒誓再也不搭 Norwegian 了，相信在看到了这个航程将给你带来的惊喜和价格之后，多少有点心动了吧。在9月份，也同样是阿拉斯加和巴拿马运河组合的这个航线 Yuna 就是比较有自知之明。9月18日起航的 Queen Elizabeth 已经不适合再深入走阿拉斯加的冰川航线了，走完往返西雅图的阿拉斯加航线之后，就乖乖的往南行驶，经过加州海岸，墨西哥停靠了一下 Cabo San Lucas，紧接着就是一场深度的穿越巴拿马运河，进入大西洋海域，在10月16号到达美国迈阿密，结束这一趟旅行。虽然价格比起 Norwegian NCL 来说贵了不少，但是请大家理解，他们2家可是完全不同风格和品质的邮轮公司哦。当你把视频看到这里的时候，又恭喜你，你已经把2025年度的阿拉斯加的邮轮航线了解得清清楚楚了，又在过去的视频中跟大家讲解了 A 型航线深入阿拉斯加冰川的单程航线和 B 型航线西雅图往返、C 型航线温哥华往返，还有 D 型航线美国加州往返。当然了，不能缺少今天的 E 型航线，不走寻常路的阿拉斯加邮轮航线。相信每一位看完这几集的观众都已经是阿拉斯加的邮轮专家了。接下来又还会为大家推荐更多在这个地球上别的区域和板块的有趣的2025年的邮轮航线的推荐。视频的篇幅很有限，我相信你在看视频的过程当中应该积累了不少的问题，简单1、2句就能回复的，可以在 EO 的视频留言区中告诉 EO 会在直播间里面给你答复。如果你的情况比较复杂，问题比较多的话，当然 EO 非常的欢迎写 email 给我，跟我预约1对1的视频咨询时间，保证让你觉得物超所值，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看 EO 邮轮旅行活攻略，邮轮旅行路上不迷路，拜拜。